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做了3年的美食 UP 了，从一开始的极其不专业，单纯的呢就是分享自己见到的美食，到现在略懂一二了，我才发现，其实我这辈子都没有吃过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。苏州当地养蟹的朋友跟我讲啊，这个阳澄湖的螃蟹每年产量就2000吨左右，平均1斤不到3只，也就是说每年产量不到1000万只。这些量呢还不够当地线下卖的，所以基本没有蟹农会冒着风险在线上出售。另外呢，给大家透露点内幕啊，大家都知道阳澄湖的螃蟹是有介质的，但说产量少呢，它又不少。每年产量近1000万只，那不可能用人力来监督每只螃蟹给它打标签，所以这些所谓的戒指，那都是当地有资格的蟹农拿着这个养殖证去协会买戒指，然后自己呢给自己的螃蟹给打上标签。但是这一系列操作并没有相关部门的监管，也没法实现这种监管。刚好我朋友家啊，他家就有这个养殖资格，这是他们的养殖证。这个用草绑着的螃蟹呢，就是朋友从阳澄湖里捞上来的湖蟹，规格呢是5.5两的公蟹和这个4.5两的母蟹，行情价公蟹母蟹各4只，一共8只的礼盒是4000元，那也就是平均1只500块钱。这边系绳子的呢是他们家在网上卖的糖蟹，我这个规格是5两的公蟹和4两的母蟹，同样是8只的礼盒装啊，是658块钱，相当于呢平均80块钱一只。看到这儿肯定会有小伙伴觉得，我靠，你这大闸蟹也忒贵了。阳澄湖的不说，普通的糖蟹也80一只，因为这个呢算是最大规格的顶级大闸蟹。其实大闸蟹这玩意儿每多1两或者半两，那价钱都会差很多。像小的螃蟹呢，他家也卖，那咱们就不在这儿介绍。光从外观来看，那这个湖蟹确实跟这个糖蟹颜色上略有不同，湖蟹呢感觉更黄一点，然后糖蟹的颜色呢更轻一些。好啊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大火给它蒸个20分钟，然后对比看看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和普通的糖蟹有多大的差别。今天的蘸料呢，就用最传统的姜丝蟹醋啊。首先呢，就是母蟹的对比，把绳子解开，同样的把这个草也给解开。先是阳澄湖的湖蟹，因为做对比啊，我就不蘸料了，先尝尝原味儿。就是大闸蟹蟹腿的味儿啊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接下来是糖蟹。吃不出太大区别来，我觉得湖蟹、糖蟹能吃出最大的差别，其实就是它的蟹膏和蟹黄。把腿肚卸下来，一会儿录完视频慢慢嗑着玩。掀开它的蟹盖，第一只这是糖蟹啊，这个糖蟹也太饱满了，这个黄这么一大坨，我给剪开，大家可能看得更直观一些。我去，不愧是到季节了。这个蟹黄，它虽然是糖蟹，但是我觉得已经达到了巅峰了。这湖蟹再好，能比这好哪儿去呢？我先忍住把这摆这不吃，我看看阳澄湖里边的，啊，算是中国最贵的大闸蟹，它能比这个好哪儿去？我无法想象了。同样的，把腿肚卸掉，这是阳澄湖的，怎么感觉还没这个糖蟹好啊？掀开它的盖儿。现在吃多了，掀盖技术一流啊！去除蟹腮、蟹嘴、蟹心，然后轻轻剪开。耶，这个阳澄湖里大闸蟹的蟹黄是我这辈子吃过感觉最拉垮的，我感觉这可能是中奖了啊！中了一个就是阳澄湖中最拉垮的大闸蟹的奖。我厨房还有呢，我准备把剩下的那只也蒸上，一会儿再看看。不然的话，有可能就是最顶级的糖蟹对比最拉垮的湖蟹是不严谨的。稍等，好啊，那边蒸着，咱们继续。咱们先尝尝超级无敌大糖蟹。蟹黄已经达到了巅峰，
相当的完美。然后这个蟹黄白不呲咧的湖蟹也什么都不占，闻这味道的话没区别。这个绝对是阳澄湖中最辣的母蟹，除了它们蟹黄的量不一样以外啊，味道确实差不太多。再尝一口这个螃蟹，这个螃蟹的口感，蟹黄已经达到了最巅峰的状态。口感非常的扎实紧致，越嚼越香。咱们得赶紧趁热对比一下公蟹。我觉得这个母蟹呢，一会儿等我的另一只湖蟹蒸出来再看。这个感觉对比稍微有一点失败，碰上了湖蟹中的超级瑕疵品。哇，这个是螃蟹的，我感觉这个季节的公蟹也已经达到巅峰了。我们一看到啊，这个蟹黄上面一层这种白色透明的蟹膏，非常的饱满。还是先给它放蟹盖里，跟这个湖蟹同时对比。哇，这蟹膏也是填满了整个大屁股。这个湖蟹的公蟹可能相机里看不太清楚，但是确实要比这个螃蟹更惊艳，因为这个湖蟹的蟹黄中都已经掺杂着这个蟹膏了，它这个蟹黄跟蟹膏等于是融为一体。我直接对比尝尝这个螃蟹和湖蟹的公蟹有什么区别。蟹肉很甜，蟹膏这个绵密的口感把这个口腔都塞满了，然后你用舌头一抿，这我感觉在对的季节吃过公蟹的人才能理解那种粘口的那种口感。我太爽了，赶紧来一口湖蟹对比看看。实话实说，这个湖蟹跟螃蟹的差别还没有湖蟹跟湖蟹的差别大。这个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，就是北方的瘦子跟南方的瘦子相比，他们站在一起的区别其实比南方的胖子和南方的瘦子还要小。因为同样一个物种，它的个体的差别其实还是挺大的。你虽然成长的环境不同，可能对它的发育有略微一丢丢的影响，但不如它本身个体自身的差别大。这边那个母蟹也蒸好了，咱们赶紧拆开看看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那阳澄湖的正常的母蟹肯定不是咱们第一只打开那样。哇哦，这次这个环就正常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啊，把它这个蟹身剪开，也没有太多经验啊。虽然它这个蟹黄非常的满，但是跟第一只那种爆炸的蟹黄来比的话，也就那么回事儿了。这个还是湖蟹啊，比那个螃蟹贵好几倍。我尝尝味道。说实在的，没什么区别。那个螃蟹呢，我感觉也是中奖了，就是几十只母螃蟹，可能能挑出那么一只超级极品的爆炸大蟹黄。这些呢，我收拾一下，等录完视频慢慢给它刻干净。整个对比下来呢，我就应应了我刚才说的那句话：湖蟹跟螃蟹的差别，可能还没有湖蟹和湖蟹中间的差别大。最多呢就是蟹膏蟹黄，可能湖蟹那味道更加稍微浓郁一点啊，多一点咸淡味儿。朋友的这个金木运城的品牌啊，我已经是第3年推荐给大家了。他家确实把大闸蟹给做到了精品。打开这个盒子，里边给你配了蟹醋、蟹三件，并且他家线上卖的螃蟹呢，确实都是精挑细选的，那些挑剩下的都是低价市场就给出掉了。另外呢，他家今年还推出了这个花雕熟醉蟹，我是吃过啊，确实也不错。8年的花雕酒加上清酒和白兰地醉出来啊，这一打开就有一种特别醇厚的酒香。虽然个小啊，但是蟹黄特别的饱满。其次呢，还有这个水果以及各种香料啊，还有话梅的这个香气，光闻起来就特别的香。他家这个呢是偏甜口的，然后
还带点微辣。价格的话呢，我吃的这个好像是3两的母蟹，8只是398，然后家还有一个2.5两规格的，是8只298，也是大力推荐。如果爱吃醉蟹的，真的可以尝尝。虽然家今年第一次做这个熟醉蟹，但是用到特补，闻起来和吃起来味道都确实不错。好啊，最后做个总结的话呢，就是如果你对这个大闸蟹的品质并不挑剔，是个大闸蟹就能接受的话，完全可以直接菜市场买几块钱一只的解馋。但如果你要是追求品质，或者说送礼送朋友，真的可以试试这个金木运成家的精品大闸蟹。虽然价格相对来说贵了一些，但确实是可以保证品质。最后呢，我确实也没想到，它这个阳澄湖的湖蟹虽然很贵很稀少，但它也只是稀少，有点类似于日本那个五辉星的味道。认的人多了，需求量大，供应少，自然价格就上去了。但要说真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都是同一种螃蟹，真的不一定就是湖蟹出来的这个螃蟹呢，品质就比螃蟹养得好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话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